哎，这很多门是在关的，他是没有来，还是说？有的人没有来，有的人可能在有 conference call 啊，OK， 这种东西啊，所以还是对啊，就因为来的人也不一定很多，因为你没有教课的任务，你就不需要来嘛。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研讨会，就有一个演讲嘉宾，所以还是有不少人来了。对啊。本期视频的主人公来自广东阳江，起初抱着踢足球的梦想出了国，后来却进了学术圈，现在年仅33岁，已经是加拿大大学的教授了。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离开加拿大呢？您是在这里教金融还是金融？对，所以对，就我偏教的是公司金融，就是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的东西。我也教本科还有硕士。哎，那您之前有在国内读书吗？还是一直都在国内？有，其实我本科我高考了，高考之后我在广东外语外贸是上了2年学，然后我觉得就不太喜欢嘛，所以我本科我其实是转学到了美国。俄勒冈大学，其实当时是想去踢足球的，因为 Oregon 那边耐克的总部嘛，所以我过去找了个球队，就耐克赞助的，然后踢了一回，当然没踢成，对吧？所以就另想出路了，所以就去了趟南非，干足球学院，就跟这个人嘛，这个是我在南非的老板，对啊，就当时是想帮南非的就是青少年。能够有更多的活动嘛，在学校嘛，因为他们没有体育课，没有体育课，他们就青少年嘛，就全是荷尔蒙，就全部从学校退学，然后去参加黑帮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足球带进校园啊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喜欢上了这种就比较国际化的生活嘛，所以我又回到美国修了一个国际商务的硕士，然后就去留下了，找了份工作，那个西联汇款，就汇款的那个公司嘛。我知道，挺大的一个。对，就所谓的世界最大的汇款公司嘛，就去那里做内部审计，但是就没多少意思。就地方是丹佛外面的一个小镇，而且工作本身也没啥意思，就想去欧洲嘛，又没钱，就想到了读博士，不用钱还有津贴，所以就升了，就去了巴塞罗那那边。IESE 商学院读了5年的博士，5年的博士那么久啊，金融？对，博士商科博士一般都最少有5年，现在到6年了对，因为你前2年上课之后就要搞自己的研究嘛，然后研究要有发表，然后你再上 job market 去看学校要不要招你进去做教授啊。我刚好碰上那年是新冠嘛，第1年嘛，所以也没办法，但是也挺好，找到了这里，就来蒙特利尔。当时从巴塞罗那搬来这么冷的地方，还是有一点奇怪，但是人的适应力还是挺强的。您在这边任教已经有多久了？这是第3年了。第3年。对，我刚刚完成了这个学期的教课嘛，就周2刚刚教完，现在还剩下改一下那些final project 啊，还有就是期末考试啊，就完了。那您现在可以用法语来教学了吗？教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个准备时间太久了嘛，准备时间就跟这英语完全不同，对吧？你让我要用中文教，都需要准备挺长时间的。其实，因为我们学都是用英语学的嘛。我看您那个有代码是什么呢？您这个金融为什么会写代码呢？对，所以很多东西，因为我不是搞理论的，我搞的是实证，所以很多东西我们是用就现实生活中的数据嘛。就比如这些我们。因为数据很大，就比如我们搞一个研究，要看30多年来美国的一些并购，那这就几十 G、上百 G 的那个数据嘛，那必须用代码来处理，用 Excel 就不行了。然后在最后你分析出来是跟你的假设吻合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些 table， 就比如我有一些论文啊，这是我最近的，对，就所以我们就是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发表到这种期刊上面嘛，所谓的世界前3的期刊嘛。然后其实到最后你那些数据整理出来的，就是这些回归的结果嘛，这些 table， 对吧？然后看它是不是跟你的假设吻合，然后你就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嘛。然后如果
大家觉得有道理，对我们的认知有贡献的话，那你就可以发表，然后发表了，人家就会去引用你，去晒你，然后这样的话，就在我们这一行里面的身价就会上涨嘛。就比如这次，就我刚刚跟你所说，我准备离开HEC， 我是要去美国一家大学嘛，就是那个纽约州立大学。其实就是因为我有发表物，然后人家就会对你产生兴趣，然后你就可以 move。我知道国内的教授都会有一些发表论文的那种压力啊，就可能每年要求要发什么论文，这边会有这些。对，这边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因为而且这个学校比较特殊，因为它是同时要求数量和质量。美国的大学嘛会更要求质量，就比如我只看前3的。世界前3的，这边你要发就很 top 的，但是同时你也要发，就一堆 B 的之类的这种期刊，就也能证明你的产出嘛，对啊，所以，但是总体来说发表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的话可能比起硬科学的科研，还是相对好一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一些就不用待在实验室里面，比如我回国，我只要把我的数据用硬盘带上，我还是可以在国内去搞研究的嘛。但是如果你搞科学的话，你就必须待在实验室里面。那也就是说，您在这个做研究的同时，发表论文的同时，还要做这个授课工作，这两边您觉得哪边是更累一些？所以其实对于新的教授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多时候教课负担没有那么重，而且我们这边是你有发表物的话，你可以转一些积分，你可以用它来换钱奖金，或者可以用它来把一个课给减掉。所以我现在是把我所有的课要教的课都集中在一个学期，就我只有冬季学期是要教课的，就1月份到4月份。其他时候我是不需要教课的，所以这个的话我就有很多时间去开会啊，还有就是去跟人家探讨研究这样子，对，这个会好很多。Oh, these are my friends. What's up? How's life? You have a vlog now? No, sometimes I come hang out with these people just for fun. So I did not give my consent to be on this. Shut up. You're gonna crop this part out. Forget about that. Not a friend anymore, not important. Yeah. Who cares? 很多把门关上。对，这边教授都挺年轻的，看着年纪都不大。这些都是助理教授，对啊，所以都是大家年纪相仿的，对，所以就有人嘛。这一块是，哎，这是我朋友，嗨，他是中国人。哎，你好。做一个简短采访。对，他是刚刚从McGill 毕业的博士生，现在在我们这里任教。他就是您提到的第2个中国教授是吗？算是吧。对啊。我就告诉他，我经常就写代码写累了，就会出来串门嘛，所以就是我的日常的减压方式。这是我们的博士办公室。Hey Frank, what's up? This is our PhD student. Hi. Yeah, he's one of our most promising PhD students. Yeah, he's working hard on your research. Yeah, on the slide, yeah. Yeah. So, yeah, this guy is gonna become a professor pretty soon. I hope so. Yeah. So, as you can see, we don't give windows to PhD students. What, just like a jail? Yeah. I haven't said anything. Until you earn it, okay? Until you earn it, you're gonna get your window, right? 对啊，所以我就会串门嘛，对啊，这是另一个博士办公室，但是看这边还有没有人这个人在，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这边。Hello, may I come in? I have a call in 2 minutes. Can I? Yeah, he has a call. No, I'm just like showing who that this is my favorite colleague. Hello. Hi. Yeah. He's also we came in the same year as a assistant professor here, and I think he likes me, right? Oh, yeah. You like me as a colleague, right? Yeah. Yeah. Don't just say it for the camera. Well, to be honest. Oh yeah, it's true. Well, go back to your call. Okay. All right.
我看那后面的照片，那是您父母吗？啊，对，那是在深圳拍的吧？我看没有，但是在阳江是我的家乡，对，就是海边嘛，海陵岛。啊，对，那是其实那个是我刚刚准备去读博士之前，对，就16年吧。对啊，所以也好多年了。你父母现在是在国内还是在？对，在阳江嘛。对啊，他们2个都退休了，每天就是在家看看股票啊、游泳啊之类的。对啊。您父母还会炒股啊？他们都是从事金融的以前。哦，难怪呢，您这个算是家族传承。没有，其实我本科和硕士都是读的不是金融，我是博士开始才对这个就更加感兴趣，才 specialize 了。那您之前学的什么呀？我本科学的其实就是比较笼统的，就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嘛。然后硕士就是因为去了趟南非，所以学的基本上就是这种国际商务嘛。然后之后我觉得就更需要就集中钻研一门学科，然后我就选择了金融。对。那您其实我看着年纪应该也不大吧？我刚刚周一生日，所以我刚刚33岁啊。周一生日啊？对，这周一。对啊。我今天生日啊。你今天生日啊？我32岁。哦，是吧？那咱们刚刚好差了1年，对吧？但是差好多呀！您现在都已经教授了。哎，这个是大家人生轨迹不同嘛。但是所以那您读书挺早的呀？对，其实这个轨迹差不多，大部分这种读完博士都是30岁左右，然后就出来做助理教授，然后一般有5-6年的时间，去发表，然后就可以看看你能不能获得终身教职，然后升副教授，然后就可以不用担心要走了嘛。就一般这个系统就是，如果你有 tenure， 就是终身教职，就是你发表的够了，那你就可以。You have a job for life， 就几乎不用担心会被炒鱿鱼，就除非你犯了什么天条啊之类的，对吧？但是就是有一个 job security 嘛，对，所以这是很多人就奋斗10年嘛，5年博士，5-6年的助理教授的生涯，就为了这个，对啊。那您这个也算是走一个叫学术生涯、学术道路。那您是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走这条路啊？我觉得对 ，it's not for everybody， 就是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有时候有点太抑郁了，对吧？就是你经常被我周一我生日的时候就收了一封拒信，就是这种前3期刊的啊，对啊，因为你研究了一个项目，研究了3-4年。然后你送去审，又审了半年，然后审了回来，一个就推荐说继续，另一个说拒，然后主编就说拒，然后这样就没了，你只能去投下一个了，所以这样就是一个充满了被拒绝的行业嘛，而且很多时候他们这些审稿员其实也是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这个领域里面的专家嘛，也会 push 你去做一些更多的测试。你做的越多，就越脱离现实嘛，然后你就会慢慢产生怀疑，到底我在干嘛？对吧？但是同时，有的研究又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就比如刚刚我让你看的这个研究，这个就让我得到了不少的引用。比如我喜欢把我的东西打印出来，有时候就比如我这个研究，我会就这个是美国的律师协会嘛 ，ABA 嘛。他们会叫我去帮他们的那个 newsletter 写一个这样的关于我研究的总结嘛，所以那些律师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这个，比如哈佛法学院啊，也是叫我去帮他们写了一篇这样的 blog，就有时你会真的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有时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自娱自乐的东西，就是你和你这个小领域里面的人，互相审，互相这样子，就为了发表而发表。但是有时确实你做的东西是挺有趣的，所以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嘛。加拿大这边的教授的收入怎么样？相比于欧洲的话，差不多吗？在欧洲的话，比欧洲稍微好一点吧。当然 Ontario 那边比较高一点。对吧？就 Quebec 相对来说总体物价水平要低嘛，所以教授的工资也没那么高，但是跟美国比起来就没得比了嘛。美国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大概比这边高几倍啊？翻倍吧，就翻1倍。对，
那确实很高，而且 tax 低一点嘛，如果是算净收入，可能翻差不多，对吧？就直接乘以2.5了。乘以2.5，对啊，那确实很诱人。对啊，所以这个还是有差距的嘛。对啊，但是很多美国的大学，那些好的大学是在一些小镇上面的嘛，所以要看你真正重视的是什么嘛，对吧？你想过一个很好的城市的生活啊，蒙特利尔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赚钱，想去名声更好的学校，那你就会去什么乔治亚大学啊，对吧？这在 Athens 很好的学校。不过 Athens 也还好啦，就离亚特兰大1个小时的车程之类的。您教的学生里边有华人学生吗？中国学生吗？我现在的博士生，我带的一个博士生，我跟人家co-supervise， 就是一个华人学生。然后硕士里面会有一些华人学生，本科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本科这边 HEC 的话，只有双语的本科，没有纯英语的本科，只有 bilingual， 就是英法双语，还有3语英法西3语的本科，所以华人学生还是有，但是比较少。那您觉得华人学生和这个外国的其他国籍的学生来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那一些典型的区别就是比较拘谨嘛，就是可能思维方式不同啊，就需要一些更多的引导，对吧？而且就是不会太过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吧，可能就是会比较小心，比较谨慎。不是就不太喜欢去跟人家争论，还有就是就不太喜欢有这种直面矛盾的这种东西嘛，就是有时候就可能是我们国内灌输的一种中庸之道嘛。对。可能这还是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但这边教授更喜欢你直接表达出来你的观点，和别人进行争论的。这可能也取决于教授，就是比如我本科硕士都是接受的美国的教育嘛，所以我就更喜欢在课堂里面你能够积极的表达出你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产生一个比较互动这种氛围的课堂嘛，而不是只有我在讲，你就听做笔记这样子。对啊。工作聊完之后，我们再聊一下你就是工作之外，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平时会干什么？下班之后啊？其实这个其实很搞笑的一点就是，大家看起来就会觉得我们这些搞学术的，其实时间挺自由的，对吧？又可以周围去，但是很多这种你自己的项目，其实就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就不是随时就可以下班就下班的，就有时候晚上突然想起了一个东西，一个分析这样做才合理，你又会把电脑打开。要开始做，又有时我有的合作者是在另一个时区的，比如在香港，我们要在这边晚上的时间去开会，那这样也会有些影响。不过其实平常的话，我会比较喜欢跟朋友一起去喝杯啤酒，大家聊聊天啊。然后我以前踢足球嘛，就很 competitive， 现在我没法踢比较激烈的足球比赛了，所以我会就自己颠球，去玩一些花式足球啊，去公园啊之类这些东西，这是我比较减压的一个地方。而且我每去一个地方开会，我会带上我的足球，然后我就会在一些名胜面前拍一个小视频啊，玩一个小花式啊之类的这种东西。最后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知道您现在可能已经选择要离开加拿大了，然后我每个节目最后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生活？那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西班牙对吗？西班牙来到加拿大，你当时为什么会做这？其实是2方面吧。一来是职业方面，就是正如刚刚所说，学术方面还是北美的认可度比较高，这是全世界的金融的学术中心嘛，所以能够从欧洲的那边的博士能够回到北美，这是一个对于career 对于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平台，对吧？而且加拿大的话，就特别是蒙特利尔，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因为我毕竟在欧洲也在美国都生活过。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mix， 是一个混合了北美和欧洲的文化的城市，所以这个对我的吸引力还是挺大的。所以从生活的方式还有职业生涯来说，当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那您觉得您未来还会再回到加拿大吗？这个确实我会很考虑的，因为我对加拿大整体的印象还是很好的，而且我也学了法语，对吧？回来用一下也还是挺好的，对啊。如果回来还是可能会到蒙特利尔。对啊，我不排除这个可能。对啊。好，今天采访到这里，再见。